李腾，你知道肾在哪里吗？啊，当然知道啊，就在我们靠近背部后面这两端嘛，对不对？厉害啊！那你知道肾的功能吗？你就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排尿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这个就叫做肤浅啊！所以这一集你要注意听了，因为我们将会谈的是慢性肾病。什么是慢性肾病呢？有哪一些症状？是，那肾的功能又有哪一些呢？那如果患上肾衰竭的病人，他痛楚你又知多少？还有哪一些人更有机会患上慢性肾病？这是你必须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预防胜于治疗？中西医的治疗方法又有哪些呢？通通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马哥，我跟你分享一个蛮惊人的数据哦。讲，在我国呢，每天有大约6人呢被诊断患上肾衰竭啊。还有更恐怖的，我告诉你，是吗？以人口比例来讲啊，新加坡是全世界因糖尿病而导致肾衰竭的 No.1 啊，这样也叫 No.1 啊？对，那这种 No.1 不要也罢啦，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如何预防慢性肾病，好吧？可以。马上请出我们的2位艺人朋友，那就是郭亮还有陈丽珍，欢迎，还有肾脏专科陈俊贤医生，欢迎陈医生，欢迎3位，欢迎，来，请坐。我来聊一下这个慢性疾病哈。是，好，首先呢，想请问一下2位嘉宾，你们对这个肾啊，了解多少？对，肾跟肾病，肾有2颗，一颗坏了，另外一颗还能够工作。那它的功能就是排除我们体内肮脏的废物。OK，肾脏病了解不多啦，有听过，当然肾炎啊、肾结石啊，这些都知道。不过也想问一下医生哦，因为有人讲说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啊，就是肾病啊，有没有道理？尿泡泡其实是那个慢性肾病的初期的一个症状。初期的症状。我其实每天早上的第一泡尿都有泡泡了，不是你而已哈，我们的也是，你们也是吗？不止第一泡吧？我是第一泡特别多，第一泡。别紧张，尿叫我不紧张。尿泡泡不表示就是肾病，有很多其他良性的因素导致尿泡泡。良性的因素，最重要是注意看你的尿泡泡多少，越沉淀越厚，或者它无法消除的话，你就要注意一下，去体检检查到底有没有尿蛋白。尿蛋白就是肾病最初期的一个症状。什么叫无法消？就是那个泡泡在尿上面维持的时间越久越不好。对，明白。慢性肾病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初期肾病没有症状，到了中期、末期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症状，包括水肿啦，脚有些肿胀。脚水肿。对，因为那个肾失去它功能，没办法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就会水肿。我听到有些更夸张那个水会跑到肺部。对啊。如果脚没有多少位置了，这个多余的水分就会慢慢移到腹部、到肺部，导致呼吸辛苦，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哦。OK， 到底肾的功能又是什么？肾的主要2大功能，第一就是排污，过滤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OK，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把多余的水分排出，避免水肿。那少为人知的还有多2个功能，第一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压，还有制造血，避免贫血。造血。那血压和肾脏有什么关系？其实血压跟肾病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吸取盐分的调和，通过荷尔蒙的调和，肾脏其实控制我们身体里面的血压。所以血压不只是跟心脏有关，不是，跟肾脏也有关系。对，其实肾脏还比心脏更重要。对，超过90%的肾脏病人都有高血压。所以一个人有高血压，有可能他肾脏也有问题。对，尤其是越年轻的，就要注意一下，有高血压是不是因为肾病导致他高血压？所以这边我有一点混乱了，就是说慢性肾病跟肾衰竭2者有什么不同？对，我们常听到这2个词汇。OK， 慢性肾病是一种挺普遍的慢性疾病。几个月到几年内，肾的功能慢慢退化，无法逆转。有5个阶段，中期、初期和末期。到了末期，我们简称为肾衰竭。所以肾衰竭是慢性肾病的末期。对，那就是超过90% 的那个肾功能已经失去功能了。哇，那就要考虑接受洗肾治疗或者肾脏移植换肾。那会不会2颗肾一起同时出问题？还是先是一个出问题？经常都是2个同时受影响。糖尿病、高血压不可能选择我只是影响左边的肾。所以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是2例都出问题了。对。 OK， 那慢性肾病风险因素有哪一些啊？
主要的2个风险，第一糖尿病，7成的病人都是因为糖尿病导致肾衰竭，OK， 2成的病人就是因为高血压失控导致肾衰竭，OK， 那比较少为人知的可能就是慢性肾炎，经常在年轻的病人里面经常会看到。慢性肾炎其实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遗传还是家族史之类的？有啊，不过它的病例不多，少过5%。OK。那另外一个高风险群就是肥胖，肥胖，尤其是极端肥胖，那些也是会导致慢性肾炎。是，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心脏疾病。我们现在也知道了，有心脏疾病的病人，他们得到肾脏病的风险相对高。对，还有生活习惯也会对，比如说怎么抽烟啊之类的，都会啊。那我听说是特别咸，对，比较容易得肾病，是不是真的？好像他们说喂狗的狗粮都不能太咸，说是影响它腰子肾。对，肯定的。真的，吃越咸，迟早都会得到高血压。高血压就是高血压，不是直接去到肾。不是。好，那听了这么多的资讯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会有中医师加入我们讨论哦。稍后见。稍后见。欢迎我们的陈美娥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是的，那美医师以中医的角度啦，是如何看待这个慢性肾病啊？我们都是用望闻问切。对，首先我们就要从望就是看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头发干枯啦，脸色苍白，还有看起来比较暗淡一点。也可以望到他的尿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深，那么比较有泡沫。如果这个泡沫是大概有10秒，1、2、3、4、5、6、7、8、9、10秒里面它消逝的，那就不要紧，就 OK。另外就是看它脚有没有水肿，按下去它凹陷下去不会弹回来，是那个水肿就比较要注意。那我们通过进一步的问诊，问他最近是不是很疲惫啊，高血压啦，有没有贫血的现象，是加上雀脉，他的脉如果比较虚滑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提高警惕，建议这个病人去做血液检查。那我们中医再配合的治疗。是，其实听了中西医讲了之后，就发现到其实水肿就是一个关键。没错，说到水肿呢，接下来看这位个案，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去做一个检查，发现哎呦自己有肾衰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来，我20多岁的时候，一个星期喝3、4罐汽水。到我结婚后，很想要有孩子的时候去做个检查，检查出我有糖尿病。我怀孕的时候还有打胰岛素，6年之内我生了3个孩子，我就没有这样去那么照顾我自己，药也很少吃，也是很少去复诊。导致到变成我的病很严重。2020年，我的眼睛开始蒙，我连巴士车号码都看不到，那个巴士车要靠近我才看得到是什么号码，困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讲说是我的糖尿病影响了我的眼睛，现在我很少出门。因为我看不清楚，看不到马路有车或者没车，看不清楚，我也是不敢下去买东西吃，在家就会吃面包啊，还是吃杯杯面啊。这个真是让我的人生一片灰暗。2021年，我就开始水肿，从55公斤变成70公斤。导致到我不可以走，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跟我讲我有肾衰竭。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为什么指责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我吃了一段日子的药，我的水也没有退，
医生跟我讲说，我必须要马上洗肾，我1个礼拜要洗肾3次，抽水4 kg。每一次洗肾要插针的时候很痛，我就会想到，为什么以前我不要定时吃药、看医生，我就不会有这个下场。我到现在还不可以接受。我现在吃一餐饭，我都要考虑到我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连汽水都没有喝了。有三高的朋友，有病就要吃药，要按时复诊，健康是很重要的。不要像我这样后悔也来不及。这位吴女士，她是因为有糖尿病嘛，对不对？然后后期就导致肾衰竭，而且刚才看到说她甚至会导致视力的影响，是吗？到后期是算严重。糖尿病影响还是肾病影响？糖尿病，糖尿病就先影响了。对，所以她是因为糖尿病而影响到她的肾衰竭。没错，只要有三高的病人，就得把这三高拉低，把这三高受到控制，把糖尿、高血压控制得好，这样就能避免90% 的病人患上肾病。是，我觉得还是要在我们的饮食上面呢要控制，因为刚才他也是有提到说他很年轻就喝汽水，对，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糖分导致他有糖尿病。是。另外，我觉得这个吴女士她年轻的时候居然会忘记吃药，说明她当时的症状应该不会很严重。是，也就是提醒啊，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么你要不断复诊，你要肯定已经好了才停。因为人很容易，你没有症状，你就会忘记吃药。没错，对，所以可能也因为他年轻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在家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喝汽水的时候，他已经暗示着他应该去做这个血糖检查，因为很多糖尿病的开始就是一直想喝甜品。就是他有那个感觉想喝，一直想喝甜的，最后才会发现到喝上瘾了嘛。所以在饮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控制好，要不然说你有三高，有了三高，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的话，到最后你要可能住院呐，对，然后洗肾呐，还是吃药，这些费用都很高的。对，所以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买一份医疗保险哦，其实对我们自己和家人都是个保障。是的，好，那医生有什么检测是可以验出这个肾功能出问题的吗？检测肾功能的方法有2种，第一是血液检测 ，OK， 那第二就是尿液检测。尿液检测很简单，而且及时就知道他的报告了。及时马上就知道，那一次过可以测几个？4个都没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直接来了，是不是？来，就这个瓶子，每人拿一瓶。哇，就刚好有1人1罐。把你们的尿液渗进去。是。那我们现在就去厕所一下，总尿了。好，那我们4位尿液都已经装瓶了哈，那这个主要做什么测试呢？主要是测看有没有尿蛋白或者血丝。OK， 好，要怎么做 ？OK， 你们手上都有你们的试纸，有了。OK， 拿你们的自己的尿液。好，来，同学们啊，拿你们自己的啊，不要拿错啊。好，打开。这个很小心啊。对。把这个试纸放进去。要放多久？这样就行了。沾一下就可以了。对，然后放进这个 plastic bag 里面。plastic bag。对，这样就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看出那个颜色哈？是。最重要是看最下面的那2个。这2个 OK。然后呢？正常的是黄色的。黄色，那我刚好。那我也是正常嘛，对不对？对，高的是正常的。所以最下面是测什么？是测试血丝，假如有血丝就会变成青色。青色那我们都第2个，假如变成青色就是有尿蛋白，那就是肾病的初期症状。OK， 我们看一下丽珍姐的呢？那丽珍姐的是黄色的，就是正常的。正常的。对 OK， 亮哥的也是黄色，正常的。那我们4位都算是黄色了哈。都是正常的。哎呀，恭喜呀！哎呀，好紧张。真的跟你讲有压力。对，现在给你们看那个不正常的，是绿色。对，绿色。 OK， 有很多血丝，有很多尿蛋白。如果它是变绿色，就是代表肯定是有这个慢性肾病。不是肯定，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一旦有的话，建议病人去看医生，再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查。了解哈。
OK，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谈一下这个治疗方法，好吧？好，我们回座聊。来，如果有慢性疾病被确诊了，最后是一定会变成衰竭吗？吃太多蛋白质就会影响到肾的功能，增加肾的压力。这个薏米须啊，它有利气利尿的作用，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聊一下治疗方法，好吧？最重要的就是要尽量缓和肾脏衰竭的速度。OK， 那它的病因，打个比方，糖尿、高血压，都要把它的抓拿得很好，受到控制。是。那第二，尽量就是治疗它的并发症。OK，如果有水肿的话，吃一些药物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多余的毒素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调和。如果有慢性疾病被确诊了，最后是一定会变成衰竭吗？还是有可能可以避免？一定会到衰竭，一定会到末期肾病。那时候就需要接受洗肾治疗呢，或者肾脏移植换肾。OK， 洗肾治疗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血液透析是洗血。那比较少为人知的洗水腹膜透析，也是另外一个洗肾治疗的方法。OK，那个可以在家里洗啊，比较适合一些年长者，行动不方便，是或者心脏比较衰退的。那个时候不用打针啊，不需要。好，那饮食方面呢？假如有些病人他们有水肿的症状的话，就得注意水的吸取。OK，尽量避免水肿。那有人会不会因为担心有水肿问题就不喝水？我不主张说不喝水，是，因为身体脱水也会使到肾衰退的更快。那盐分很重要。OK，一天不可吸取超过2克的盐分。假如你在外食的话，尽量叫他们少盐。是，在家里假如有办法，尽量烹煮，不要额外加盐巴或者酱青。蛋白质的摄取对，蛋白质很重要哦。吃太多蛋白质就会影响到肾的功能，增加肾的压力。所以经常我们主张比较稍微低的蛋白质，肉类蛋白质尽量减少。不够蛋白质，很多病人会跟你讲我身体没有力啦，或者我们担心营养不良。那时候我就主张提议他们可以考虑吃这个酮酸的这个保健产品。就是如果你怕你的营养不足，就是靠保健品来补充这样。是。OK， 有些人就是说，如果肾衰竭或者是有肾脏病的话，他们会去洗肾，之后会寻求中医去帮忙后面辅助嘛。肾脏透视的时候，它的肌酐也是没有办法下降的很快，就是 creatinine 还是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活血化瘀的方法。因为淤血存在的话，肾脏的微循环没有改善，那个肾脏的功能也很难保持得住。所以改善那个微循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淤血不除，肾气难复。那对于后期呢？比如说有什么尿毒症啊？后期尿毒症的时候，给他一些降足利尿的药。如果有些是尿不大可以排得很多，就要排他的大便多一点。那么把这个水肿消除掉。消水肿是。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料要分享吗？我今天有带一个薏米须茶。哎，太好了，来品尝一下。来 ，OK。这个薏米须啊，它是一个新鲜的一属属，前面那个须，在中医里面它是比较带偏温的，所以不会太凉。它有利气利尿的作用，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降低血糖，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能力加强。OK， 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炎症的产生。是。如果你有尿蛋白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这个北芪。北芪本身可以降低肾脏在尿蛋白的排出。OK， 那如果你觉得人很疲倦的时候，就可以加一点党参。那我想问，这薏米须茶是要怎么煮啊？就是把这个薏米须新鲜的，你稍微用水漂洗一下，30克的话就可以了。那么加1000 CC 的水去煮。如果新鲜的1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是干品的话，就要20分钟。就煮要滚，但是不是每天喝哦，因为它是利尿，所以你只能够说1个星期煮1次啊。1次就够了。OK。我觉得很清淡，
有玉米的香味。香味对不对？亮哥呢？我很喜欢吃玉米的，家里一天到晚煮玉米，但是玉米絮倒是第一次，比较少第一次喝。好，那当然除了食疗，中医也是讲求一些穴位的按摩，对吗？有什么可以示范吗？在中医里面，我们都是预防胜于治疗，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那个肾经的拍打或者按摩，那么使到我们的肾经的循环改善。OK， 那我们请梅医师来示范一下，好不好？来，我们首先按摩我们的肾区，肾区就是我们叉腰的地方。叉腰地方。那么拳头握住，就上下的不断的按摩。OK， 感觉到我们的肌肉有一点灼热的时候，就可以停止了。好 ，OK。然后下一步呢？那么接下来就按摩我们的肾经，我们用拍打比较容易，就是从内踝的这个地方拍打，慢慢的、轻轻的拍打，拍打到我们的大腿的内侧，促进血液循环。给它的血液有在流动就可以。是。然后下一个呢？第三个我们就是按这个也是肾经的鱼腹穴。在这个正中线旁开在锁骨的2寸的地方，轻轻的敲打，因为这个穴位扣打的时候也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会不会很辛苦？OK， 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都算是做一个在家保健按摩啦。对，没事都可以做一下哈。是。那医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是。那谈到肾还是同样一句话，提早发现，提早治疗。是，我建议4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年去做个全身检查，包括血液跟尿液。那我也在这里尽量提倡肾脏移植。为什么呢？肾脏移植或者我换肾，是给我们的肾病病人最好的治疗方法。生活素质也会增加，存活率也会增加。病人再也不需要接受扎针的疼痛了。没错，没错，了解哈。好，谢谢医生。是。那有人说肾脏比人类制造出的所有水处理设备呢，要来得更精致、更复杂。没错，因为如果一旦失去一个健康的肾呢，对我们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谨慎保护你们的健康的肾。有了一颗健康的肾，我们做什么就会胜利。没错，我们就是人生的胜利组了哈。是。在这边也要谢谢陈医生还有梅医师，谢谢2位。谢谢。好，丽珍姐姐、亮哥，谢谢你们。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